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好，我們今天來聊一個蠻硬的主題。這是一場來自耶魯大學頂尖學術討論的精華解析。我們要來拆解反猶主義跟自由主義這兩個概念之間的危機。你可能會覺得，這不是幾百年前的老問題了嗎？但你會發現，這個問題不但從來沒有消失，還不斷用新的樣貌出現，而且跟我們現在生活的世界關係非常非常密切。好，那我們就直接切入核心。這次討論的出發點其實是一個很根本，甚至有點讓人不安的問題，就是說，一個困擾人類好幾百年的議題，照理來說，隨着時代進步，應該要慢慢被化解掉才對，對吧？但為什麼它不但沒有被解決，反而好像越來越嚴重？這到底是哪個環節出了差錯？這就是我們今天要去深挖的根本原因。為了把這個大問題系統性的拆解清楚，我們今天的分析路徑會是這樣。首先，我們得先定義一下學者們口中常說的猶太問題到底是在講什麼。接着，我們會回到源頭，看看大哲學家史賓諾莎他當年提出了哪兩種可以說是非常極端的解決方案。然後，時間快轉到近代，看看美國的自由主義為了應對這個狀況，怎麼會來了一次180度的大轉彎，變成一種硬漢風格。但就算這樣，自由主義的內部還是充滿矛盾，這部分我們會深入剖析。最後，這一切會把我們帶到一個最根本的提問：我們所熟悉的那個自由主義時代，是不是真的快要走到盡頭了？好，接下來我們就進入第一的關鍵點。在討論任何解決方法之前，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我們必須先對問題本身有一個精準的定義，不然大家很容易雞同鴨講。所以，到底什麼是猶太問題？耶魯大學的斯蒂芬·史密斯教授給了一個很關鍵的切入點。他說，你得先搞清楚這個猶太問題跟我們印象中那種古老的宗教偏見是兩回事。以前那種很單純，就是你信的神跟我不一樣，所以我討厭你。但現代這個猶太問題呢，它是一個政治問題，是一個社會結構的問題。它的核心是，當一個現代國家誕生，開始強調人人平等的時候，問題就來了。像猶太人這樣保有一個非常獨特文化跟身份認同的少數群體，你該怎麼辦？他們公民權利、法律地位應該跟主流群體完全一樣嗎？還是說需要有什麼特殊安排？你看，這才是真正頭痛的地方。這個區分非常重要。你可以這樣想古代的反猶主義比較像是一種垂直的衝突，是人跟神之間的問題，根源是宗教信仰不同。但現代的猶太問題，它變成是一種水平的衝突，是人跟人、公民跟國家之間的問題。它變成一個政治上的絆腳石。不管是強調單一民族國家的右派，還是追求全世界勞工團結的左派，他們都覺得猶太人這種特殊性很礙事，會阻礙他們打造理想社會的計劃。問題的焦點就從宗教信仰的差異，轉移到政治立場上的不相容。那麼，最早開始有系統的處理這個現代問題的思想家是誰呢？答案是17世紀的哲學家史賓諾莎。他當時就提出了兩條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說是相互對立的極端路徑。史賓諾莎的核心論點在當時可以說是超級顛覆性的。他等於是公開說：各位，我們來想想。問題的根源會不會就是我們猶太人一直引以為傲的那個概念——上帝的選民？在他看來，這個被上帝揀選的特殊身份，在現實世界裡根本不是什麼祝福，反而更像是一個政治上的詛咒。它讓你永遠沒辦法真正融入其他群體。既然是政治詛咒，那解方當然就不在天上，你得用政治手段來解決。所以，基於這個判斷，史賓諾莎就提出了一個殘酷的2選1。第一條路叫做同化，白話文就是徹底融入，主動放棄那些外顯的特徵，讓自己在人群中變得隱形，讓別人看不出來你是猶太人。就像那句名言說的，在家裡你可以是猶太人，但走上街你就是個普通人。好，這是第一條路。那第二條路呢？剛好相反，叫做主權。這條路的邏輯是，既然你融不進去，也別指望別人會善待你。那乾脆自己搞一個國家，別再等什麼上帝的旨意了，靠自己的拳頭，靠自己的政治手腕，建立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地方。
可是後來的歷史我們都知道了，這兩條看起來邏輯上都說得通的道路，最終都沒有帶來完美的結局。選擇同化的，到頭來發現自己從來沒有被真正的完全接受，而選擇建立主權國家的那條路呢，雖然解決了千年流浪的舊問題，卻很諷刺地引發了全新的甚至更加激烈的地緣政治衝突。好，現在我們把時間快轉到20世紀的美國，在這裡出現了第3種解決方案。這與其說是方案，不如說更像是一場精心策劃的形象改造工程。當時一群頂尖的猶太知識分子，為了在冷戰的特殊氛圍下生存下去，他們開始集體地、有意識地去改造自己的公眾形象，而這個舉動也永久地改變了美國自由主義的面貌。這個轉變的路徑可以說是相當戲劇化。你看在1930年代，很多猶太知識分子都是思想很左傾的，甚至同情社會主義。但才過了10幾年，到了1950年代，風向整個大逆轉，他們搖身一變成了最堅定的反共鬥士。這麼劇烈的轉向當然不是偶然，背後是有非常巨大的社會壓力，逼得他們不得不這麼做。根據格林伯格教授的研究這場思想轉變呢，其實是一場大型的反標籤運動。為什麼？因為當時在美國社會對猶太男性的刻板印象非常不友善，基本上就是2種極端：要麼你就是躲在暗處密謀顛覆政府的共產黨同路人，不然呢，你就是那種手無縛雞之力、有點女性化、只會讀書的軟弱書呆子。你想想，這2種標籤不管哪一個，都讓他們在主流社會很難立足。所以這群猶太知識分子做了一件事，他們刻意把自由主義重新包裝成一種充滿陽剛味的硬漢意識形態。他們透過展現強硬的反共立場，來向整個美國社會證明，我們猶太人不但是忠誠的美國公民，更是充滿男子氣概、能夠對抗國家敵人的硬漢。這不只是一場意識形態的轉變，更是一場深刻的身份認同重塑。然而，就算完成了這場硬漢式的轉型，成功的擠進了自由主義的陣營，是不是就真的從此一帆風順了呢？恐怕沒有這麼簡單。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看看自由主義的承諾，跟它在現實中的表現到底存在多大的落差。而這個落差是透過一個個非常真實，甚至有點刺痛的個人經歷來體現的。這句話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真的覺得非常震撼。她來自一位知名的評論家戴安娜·特里林，她在描述自己的丈夫萊尤內爾·特里林，他是哥倫比亞大學史上第一位猶太裔的英語系終身教授。他當時的處境，他說，猶太人就是那種會讓哥倫比亞大學教職員感到不舒服的人。你想想看，這是在全美國最頂尖、最標榜思想自由的學術殿堂哎。但這句話血淋淋地揭示了，在那個環境裡存在着一種多麼微妙卻又無孔不入的排斥感。科布林教授用了2個詞，非常精準地概括了特里林的處境，一個是排斥，另一個是樣板主義，英文叫 tokenism。什麼是樣板主義？意思就是我把你當成一個裝飾品，一個吉祥物。特里林當時差點就被排斥出系上，而當他最終拿到聘書的時候，校方高層跟他說得非常明白，我們聘用你是為了向外界證明我們學校很多元、很寬容。他就像是一個用來證明學校思想自由的樣板，但同時他還被私下警告說，我們系上有你一個猶太人就夠了，你不要再試圖引進其他猶太人嘍。所以對特里林來說，他對自由主義的批判根本不是來自什麼抽象的哲學思考，而是來自他每一天每分每秒親身體驗到的自由主義那美好承諾與殘酷現實之間的巨大鴻溝。好，我們把前面所有的線索，從斯賓諾莎的兩難到美國知識分子的轉型，再到自由主義內部的矛盾，全部串起來。這就把我們帶到了當下一個最根本的大哉問，那個過去幾百年來支撐着整個西方世界，並且用來框架這場辯論的自由主義思想，現在是不是它本身就正在崩潰？哈克恩教授就提出了這個非常發人深省的問題。他的意思是說，我們過去一直覺得理所當然的那些概念，
比方說，什麼是公民身份？社會應該怎麼樣融合不同的群體？政治秩序應該怎麼維持？這些我們從小聽到大的基本假設，在今天這個時代，可能都已經不再管用了。那如果舊的框架真的不行了，該怎麼辦？在這裡，哈庫安教授提出一個非常反直覺但又很有啟發性的想法。他說，也許答案的線索就藏在猶太古老的知識傳統塔木德裡面。他特別強調，重點不是要我們去信他的宗教教義，而是要去學習他那套非常獨特的鼓勵思辨的辯論模式，以及它內涵的那種民主決策模型。這裡有一個塔木德裡面的故事，我覺得超酷的，可以完美說明這種精神。是這樣子的，想象一下，有一群頂尖的學者拉比，他們在為了一個法律條文吵得不可開交。就在這個時候，突然天上有個聲音，就是上帝本人直接下指導棋，說：“你們別吵了 ，A 方案才是對的。”哇，這下怎麼辦？上帝都開口了，結果你猜怎樣？這群拉比竟然沒有馬上聽話，他們反而引用聖經回了一句：“真理不在天上。”然後他們就按照自己的辯論規則投票表決，最後選了 B 方案，直接跟上帝的意見對着幹。那故事的結局呢？上帝不但沒生氣，反而開心地笑了。他說：“太好了，我的孩子們，你們戰勝了我。”你看，這就是一種把理性辯論和集體智慧放在絕對權威之上的寶貴傳統。好，我們把剛剛講的重點快速整理一下。第一，我們要記住，猶太問題本質上是一個現代政治問題。它就像一面鏡子，不斷在考驗自由主義這個框架到底能不能真正的去容納差異。第二，歷史上提出的同化跟主權這兩種看似完美的解方，最終都證明了它們有各自的局限性，甚至還製造出新的問題。第三，我們看到了自由主義跟猶太思想家之間那種既互相成就又彼此辜負的複雜關係，充滿了張力。最後，也是最重要的，當我們所熟悉的自由主義框架可能正在失效的時候，這場危機反而逼得我們必須去尋找新的思想資源，來捍衛那些我們珍視的核心價值。而這就留給我們所有人一個最值得帶回家思考的問題：當我們手上那張舊的、熟悉的政治地圖已經不管用時，我們到底該從哪裡去尋找智慧，來繪製新的藍圖，找到前進的方向？關於這個問題，如果你有任何想法，都非常歡迎在下方留言區跟我們分享。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